好，那今天这一集啊，我来介绍一下所谓的火焰神仙哦。那之前我已经有试着进过所谓小型盖刺科在我的混养缸，因为小型盖刺科就是所谓神仙小型神仙啊，它其实有可能会去吃珊瑚哦，就是啄珊瑚或者是五爪贝哦。那我就想说，先进个便宜的来试试看，到底在我缸子里面状况是如何哦。那我就这样丢了1年多哦，那其实状况是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哦，虽然也是会啄一些特定的珊瑚，像绿牡丹珊瑚啊，或者是一些手指哦，不过我觉得还是可以忍受了，所以我就决定就直接买下来啊。那这次我也不是只有买1只哦，我直接买了1只公跟1只母哦。那之前那只蓝闪电哦，因为我怕150会打死这2只蛮贵的鱼哦，所以我就趁还没下缸的时候，就先把它捞出来卖给别人哦。那就开始我的记录影片吧。才10公分。The next day， 那我上面其实有1只的蓝闪电哦，在这里。那它们都是小型盖刺科，其实会打架哦。那我是想要把这只蓝闪电就移走了，换放这火焰哦。然后我现在就架了这个诱捕笼哦，等它熟悉环境之后进去吃，再一次给它放闸门下来啊，不然我直接这样捞真的很难捞，我晚上也捞不太到，因为它都躲在这种礁石的缝缝里哦，所以只能用这个方法，不然真的没办法了。给各位看一下哦，目前它吃饲料的情况。那我现在喂的是 Tetra Beats， 它其实还是没有到非常冲颗粒哦，但你看还是会吃哦，就是可能丢个几十颗吃个1、2颗这样，有吃，也还行啊，至少会吃哦。但目前我丢海苔还是不会吃哦。海苔的话，直接进缸再训练就好了。那主要还是让它先开口。那更主要的话，还是要先把蓝闪电抓到。现在在等蓝闪电啊。那还有一点，我会想要先隔开来驯饵的原因，是因为我想要让它先开口吃饲料，这样它进去才不会因为嘴贱而啄一些我的珊瑚啊，或者是五爪贝哦。毕竟它也是小型盖刺科，虽然它算是可以跟珊瑚混养的神仙鱼哦，但是保险起见，还是先让它会吃东西哦，避免呢里面的珊瑚都被吃光光哦。1 week later， 母鱼下去，不知道会不会打架。这边先安置在底缸，原本公鱼。那目前这个隔离盒哦，只有金眼倒吊会愿意进去吃啊。现在第一次看到紫倒吊进去了。哎呦！闪电也进去了，这蓝倒吊真的很机灵，都不敢进去，没看过它进去。那这个紫倒吊我第一次看到它进去了，可能金眼倒吊教的好了，因为金眼倒吊第1天就会进去吃了，所以可能再过1、2天就差不多可以放上那个闸板了。你看，它直接游到最里面了。所以如果之后要抓它，一定抓得到。tomorrow， 那这只就准备打包卖给别人了。那
为什么不留蓝闪电呢？其实我真的怕这150打死他们了。所以我想要干脆就不要留了，而且它本来就会咬一些珊瑚，我怕在里面反而教坏了它们了，到时候就来不及了。The next day. 然后那我就把吃剩的海苔戳到水里面了。有，你看公的是会吃的，那母的，还在多学习啊。人家抢海苔，他吓到。我还是觉得这种撒海苔哦，是最快的方式去驯饵，而且负担也比较少。那顺便来介绍一下公母好了。那先从公的，那公的你可以看到它的条纹是比较粗的，它身上黑色的条纹比较粗，比较多。那你可以看到母的哦，它的条纹是比较细的，你看跟公的对比就差非常多。那主要还有一个分辨方式是看它的鳍的部分哦，你看它鳍那蓝蓝的地方哦，公的鳍是尖尖的。然后它蓝色的地方很多，那母的话，它蓝色的地方是圆圆的，鳍的边缘是圆圆的。然后母的本来就会比较小只。刚刚它进来也会开始定点吃这个海苔了。这公的真的应该很稳的，让它看一次它就会了。那母的，就不知道了。对。好，那1个月过去哦，我就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。那首先哦，这1个月哦，还好，这2只超贵的火焰哦，目前还活着，而且会穿颗粒，非常幸运哦。因为我看到一些其他鱼友分享啊，可能他们火焰可能买回家养不过7天，或者不开口吃饲料，然后就死掉了。可是我目前养起来，我觉得这种小型生鲜哦，其实算是蛮好养，包括之前的蓝闪电，我都觉得丢下去很容易就开口吃饲料了。那也可能是因为鱼的状况本来就还不错。好，那我就来解答一下，到底火焰适不适合这种珊瑚混养吧。我在软体缸方面，我觉得混养应该是算还不错的，因为我目前观察下来，其实因为它进来的时候是还不会吃饲料，所以它进来还是会咬软体。但之后开始冲海苔、冲颗粒的时候，就也没看过它咬，很少。那它们2只是都不会咬五爪背。那我前面养过的蓝闪电其实也都没有咬过五爪背哦，所以这算是我幸运吗？我也不知道。那至少很庆幸啊，五爪背没有被攻击啊。好，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哦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